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風水輪流轉，馮紹峰沒想到離婚4年，趙麗穎的人生居然大起大落。如果說娛樂圈有什麼反爽文的人生樣本，趙麗穎一定算一個。她的人生沒有一路高歌，沒有永遠站在聚光燈正中央，甚至在離婚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，她被反覆拿來對比、解構、質疑，是不是巔峰已過，還能不能再抗拒？是不是太用力轉型了？雙引號。直到小城大事播出，那些問題忽然失去了攻擊性。小城大事第1集最被反覆截屏的，不是金句，不是衝突點，而是一個極其生活化的鏡頭。他短髮、素顏，穿着舊毛衣，坐在菜市場門口削蘋果，沒有補光，沒有慢鏡頭，手微微發抖，蘋果皮斷了3次。這個鏡頭很危險，他不討好觀眾，不迎合審美，甚至有點不體面。可恰恰是這個鏡頭，讓無數普通觀眾產生了共振。有人在朋友圈寫：“這不是演的，這就是我媽30年前的樣子。”雙引號。沒有人在說她憔悴，因為那一刻她不是女明星，而是一個被生活沒過，但還沒被抹平的人。很多人以為趙麗穎的高光停留在花千骨，但真正讓她完成身份躍遷的是2022年《風吹半夏》裡的許半夏，《幸福到萬家》裡的何幸福。這2個角色沒有濾鏡，沒有浪漫光環，也沒有靠男人逆天改命的爽點。他們靠的是什麼？是算賬，是妥協，是一次次咬牙扛事。那一年，他一口氣拿下飛天獎和金鷹獎，當時還有人調侃他，從花千骨一路打怪升級，終於當上廠長了。雙引號。但後來大家才意識到一個細節，他塑造的女性角色從來不是被拯救者。無論是許半夏、何幸福，還是後來的沈黎，他們的共同點只有一個：人生沒有外掛，全靠硬扛。真正的爭議出現在2024年底，喬妍的心事海報精緻如畫，正片卻被吐槽台詞像論文。浴火之路預告燃炸，上線後節奏卻被批斷往事推進。他首次深度參與監製的《向陽花》，宣傳期高喊撕掉大女主標籤，成片卻依然讓他在暴雨中摔倒、爬起、再摔，質疑聲隨之而來。他怎麼還信這套敘事？是不是太執着於苦了？雙引號。但很少有人去看後台數據。那段時間，他同時盯着5-6個項目，從選題、劇本修改、角色設定到剪輯方向，他都要參與。有些劇本會議直接開到凌晨2點。他不是沒看見問題，而是開始站在一個更複雜的位置，不再只是演員，而是要為一整個作品負責的人。造成者拍攝期間，有一段工地群演爭吵戲，編劇寫得很工整，誰罵誰，因為什麼，邏輯清清楚楚。但趙麗穎堅持不刪，甚至要求保留混亂狀態。她說了一句話，後來被剪進發布會花絮：工地吵起來本來就沒邏輯，非得寫清楚誰罵誰，反而假。雙引號。這句話沒上熱搜，但一位制片人私下評價，他現在改詞不是為了顯得自己會演，是為了讓人相信那是真的發生過。雙引號。這是一個演員成熟的標誌，不再追求好看，而是追求可信。在電影《第20條》中，他飾演一位聾啞母親，全片沒有一句台詞，表演只靠細節，掰藥片的手勢，用圍裙擦汗的動作，以及聽見孩子喊媽時身體那一瞬間的僵住。那場戲拍了17條，每一條他都把指甲掐進掌心。
導演陳明昊後來在採訪中說，他不怕觀眾看他哭，他怕觀眾看出他在演哭。雙引號，這句話點破了他現在的焦慮，不是演不好，而是演得太熟。黃曉明的母親看了《小城大事》第1集，跟鄰居說了一句話，被工作人員聽見，這姑娘現在演的是人，不演趙麗穎了。雙引號，這句話比任何獎項都狠，因為對一個頂流演員來說，最大的敵人不是流量下滑，而是被角色困住，而他正在主動把自己從符號裡抽離，不搶 C 位，不爭熱搜，紅毯高跟鞋換成布鞋，裝面師換成社區理髮店的老師傅。小城大事播出結束當晚，豆瓣開分 8.4， 高讚評論裡有一條被反覆引用，原來他不是不會演壞人、瘋子、渣女，他只是選擇演那些還沒被生活磨圓的人。雙引號，也有人寫，他不是不紅了，是不着急證明自己紅不紅了。雙引號，更有普通觀眾留言祝福，他終於演到我們身邊來了，看他演戲不再仰望，是平視。雙引號，他不是退了，是站到了鏡頭後面一點，而正是這一點點的後退，讓觀眾第一次真正看清了他。很多人喜歡用離婚後事業起飛來概括趙麗穎這幾年的變化，但這個說法其實並不準確，因為她並沒有立刻起飛。離婚後的那段時間，她反而經歷了一個極其安靜的階段，沒有密集曝光，沒有情緒化回應，也沒有急於用作品證明我過得很好。她把很多邀約推掉，只留下3類項目：一是角色本身足夠複雜，二是創作團隊願意反覆打磨，三是他自己演着會不舒服的。他曾在一次內部分享會上說過一句話：舒服的角色我已經演過太多了。雙引號，這句話聽起來輕描淡寫，但在娛樂圈其實是一種非常冒險的選擇，因為不舒服往往意味着不討喜、不好賣，不容易被剪成高光混剪，但他還是選了。回看他近幾年的角色，會發現一個明顯變化，他不再執着於贏，他演的角色可以失敗，可以猶豫，可以判斷失誤，甚至可以在關鍵時刻顯得不夠聰明。小城大事裡的他不是拯救者，他解決不了所有問題，甚至很多事只能勉強兜住。這種不完美，在以往的女主敘事裡是會被剪掉的，但她選擇保留。有編劇評價她現在的選角標準，她更在意這個人能不能代表一類真實存在過的人。雙引號，不是樣板，不是符號，是人。在公開場合，同行對她依舊克制，但在私下聊天中，評價已經明顯不同。有攝影指導說，他現在幾乎不問鏡頭好不好看，只問像不像。雙引號，有剪輯師說，他不搶戲，但你怎麼剪，他都在。雙引號，甚至有年輕演員在採訪中提到他會提醒你不要急着給角色下結論。雙引號，這些評價不會上熱搜，卻是真正在片場流通的口碑。小城大事播出期間，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出現了，討論區裡粉黑大戰明顯減少，取而代之的是大量普通觀眾的生活化分享。我媽就是這個脾氣，她那段沉默我太懂了，這句讓我不想背訴。雙引號，這對一個曾經的頂流女演員來說是極其罕見的反饋，因為它意味着觀眾不再把它當作被評價的對象，而是當作帶入的入口。娛樂圈不缺轉型宣言，缺的是真的轉過去的人。很多演員嘴上說想演普通人，但身體依然誠實地選擇安全區。而趙麗穎這幾年的路徑恰恰相反，她把自己從安全區裡
一點點拆出來，拆掉對濾鏡的依賴，拆掉對情緒外放的習慣，拆掉對觀眾一定要共情我的執念。他不再強求理解，只負責呈現。標題裡提到馮紹峰沒想到，但事實是觀眾早就不再把他們放在同一個坐標系裡比較，不是誰贏了誰，而是他們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人生曲線。一個繼續在熟悉的賽道裡前行，一個選擇換賽道降速，重新校準方向。觀眾真正感興趣的從來不是婚姻的輸贏，而是一個人如何在失去之後重新組織自己的人生。結語，它不是跌宕，而是重構人生。離婚4年，風水輪流轉。馮紹峰或許沒想到，趙麗穎的人生並沒有按女明星模板繼續走。她沒有急着證明自己贏了誰，也沒有急着回到聚光燈最中央。她只是慢慢後退一步，站在鏡頭後面一點點的位置，讓角色走到前面。她說過一句話：以前怕演不好，現在怕演太熟。雙引號，這不是退步，而是一個演員真正開始對自己誠實的時刻。